好了好了，哎呀，收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宁，谢谢大家。哎呀，哎，给各位讲讲呀，主要给严哥讲讲，严哥好像对这个节目走多远很在意哈。听兄弟，哎，作为一个走了6轮的人来讲，上完节目会有很多收获，也不一定都是好的。像我就是收获了挺多，就是谩骂，你知道吧？也不一定都是好事的呢。你那去年那给我骂的可离谱了，说我这个口音是装出来的，说我在舞台上恶意模仿东北人。骂的特别离谱，说你看那个德行没，就会在台上散德行，听听自己那口音像个行走的烟灰缸一样，瞅你那努力的样子像个绝望的文盲啊，知不知道绝望的文盲赶紧滚下去吧，曲佳宁啊。朋友们，他骂我是文盲，我好叫曲佳宁啊，你说他是文盲，他还认识曲，你看看。不聊那不开心的，不聊那不开心的。哎，今天说来也巧，正好是我31周岁第一天。哎，谢谢。31周岁什么概念呢？就是相亲的巅峰期了。我前2天真去了一趟相亲角，学会了很多。朋友们，多去相亲角看看那人写的简历，他们真是我见过这世界最会美化自己的人。原话我看到一哥们就这么写的：本人男，48周岁（括号保养的好，看起来像35）。我这么会玩，我也会。说我东北人，看起来有上海户口啊。相比之下，哎，朋友们，有些女生就不太会写简历，真的太真诚了。说本人女啊，37周岁。有过1次离异，希望你不要介意。你看我看着他的时候，我就以为离婚在相亲市场妥妥的减分项。就搁这女生旁边一个哥们写的原话：正是由于经历过离异的伤痛，让我更加成熟，我更加懂得经营婚姻的重要性。你看我看完人家写的，我感觉人这辈子不离婚就不成熟。按照这逻辑，难道以后相亲找一个蹲过监狱、刑满释放的？他更懂得遵纪守法的重要性，你知道吗？我以为到这儿啊，离过1次就到头了。搁这哥们2行写的原话：经历过第2次离异，我痛上加痛，我比谁都成熟，我深陷泥潭仍仰望星空，经历过失败的感情仍渴望爱情，希望另一半有中华女性传统的美德，也有现代女性包容的思想，如春风与木棉一般接受离异，我更值得被爱。你看人家写的，就他这个金句比咱们脱口秀节目金句都多。我当时感觉人好像越离异文采就越好。看完这么多简历，哎，朋友们，咱们想一个问题啊，在座挺多大学生，对不对？是不是现在应届生毕业工作不好找？你仔细想想，环境是有问题的啊。但咱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，有没有可能简历写的就平庸？以后你就这么写：本人3本留级（括号眼镜度数高，看起来像清华保送的）。多次论文查重未过，让我更加懂得珍惜原创的重要性啊！我深陷校园贷，仍渴望财富自由啊！你看这么写就无敌了。但我发现啊，你如果真正优秀啊，你就不需要这些花里胡哨的技巧。我当时看7、8个大爷大妈围在一个简历面前，我说谁这么优秀，引起大家这么大兴趣？我挤进去一看，确实优秀，就2行字：拆迁户几，年底分房子，电话要叉。朋友们，你们没仔细听，他连性别都没写啊，就这么优秀。朋友们，相亲角里有最厉害的简历，同样也有最厉害的 HR， 就红娘大妈。我这种人走在那相亲角里，是有那个大妈会对你感兴趣的，就上下就打量你，走过来就主动就问你：小伙子，咱们是干什么工作的？我说我脱口秀演员。完了他就左右打量你，就开始。那没工作就没工作，真是的，人家就不惯你毛病，直接就问你：那你31周岁了，在咱们这儿有房子吗？我说没有。有车吗？没有。大妈原话：那你存款得有300万了吧？我说没有。原话：那你钱都哪去了？确实给我问懵了。我说对呀，我钱哪去了？那300万哪去了？是不是让富航小路全挣走了呢？
就从那天，朋友们，搁相亲角里走来，我就想明白一个事儿，哎，为什么大家交友都喜欢玩社交媒体，讨厌相亲角，对不对？相亲角就是太残酷的现实，社交媒体就不一样，它给咱们提供了太多的这种情绪价值，给咱也惯坏了。用什么星座呀、塔罗、16人格，让咱们以为有独特的灵魂的找另一个独特的灵魂，其实也没那么优秀。你们做过16人格测试题没有？你仔细想想，他怎么问的你？以下哪种情况符合您的描述 ？A. 明智的 ，B. 充满魅力的。其实你俩都没有。你是 stupid and ugly 啊！你想一想，你看最后那个结果也特别好听，恭喜你，你是天生的企业家，恭喜你是天生的艺术家，恭喜你是天生的总经理人格，哇，天生的牛马全都信了，对吧？你用40多分钟，100多道题测出来你是一个独特的 I 人、J 人、P 人、F 人，大妈就1秒钟一个问题，老家哪的？辽宁的，哼，外地人，你看。一下给你干碎了啊！所以朋友们，我感觉如果让咱们戒网瘾，就应该让大妈做一套16型婚格测试。以下哪种情况你的水平更高 ？A. 尿酸 B. 贷款。以下哪一项你没有 ？A. 朋友 B. 工作。最后这40多分钟题做完，你16婚格也出来了 ，NWMY。Nobody will marry you 啊！讲到这儿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樊主任。我来自山东临沂的沂蒙山，我是我们村的信息中心主任。这个职位吧，每个村都有。北方叫车老婆蛇，南方叫蛐蛐人。主任就是这伙人的头子。我是一个50岁的新人演员，才出道。王月，哎，绝经和退休不会一块来。绝经和出道一块来。之所以来说脱口秀，是因为我去看演出和脱口秀演员互动，网友都说我比演员好笑。剧场老板希望我来讲脱口秀，我就被招安了。我上一个被招安的山东老乡还是宋江呢。我说我不会讲脱口秀，我只会蛐蛐人儿。就我们前院婆媳吵架，东院2口子分家，都是我给造的谣。老板说这就是脱口秀。我说还得是上海人亲民洋气啊。这也太能翻了，太狠了。从我们村的田间地头来到了上海，我突然感觉我就是网上说的那种小镇儿造谣家。有人说大姐，你咋什么菜都知道啊？哼，我说我可是信息中心主任。教主，我就说这个梗不好笑吧？您看天上干什么呀？其实我很犹豫，挺怕到大城市来的。我可是我们村的高端人才，又受欢迎又被需要。我会上网。
我们全村的智能家电，洗衣机、有线电视，有问题了都来找我。我是我们村的马斯克。啊，那倒是大城市来了，天天逗别人笑，那不成了马保国了？再说了，那大城市压力多大呀？农村大妈第一次进城务工多难呀！就转身啊，看了看我身边的老公，我觉得我不怕难。和我老公比，大城市的压力算个啥呀？我这个老公啊，是我妈给我选的，身高1.55米，体重95。现在年轻人啊，叫这种很瘦的男人为细狗。我妈在30年前就给我选了条柯基。我这腿是开不动啊。我妈说我大姐一直被家暴，都是因为她找的老公太高太壮了。我爸一看到这个又瘦又小的，说：“哎，这个行啊，这小玩意好啊。”我闺女跟他吃不了亏，他打不动。我俩第一次见面啊，我发现他何止是打不动啊，我感觉他都活不长。他跟我说他175，我说学呀。结婚不到1个月，有一次我老公跟我吵架，就跃跃欲试的要动手，我心中暗喜，还是我妈说的对呀，这要是找个又高又壮的，我肯定吃亏了。没想到啊，我老公是真狗，把他爸叫来了，双拳不敌四手，我就跑回娘家了。我爸一看到我啊，就说什么：“你被那个小玩意打了，你咋不养好了再来呢？这让别人看到多丢人啊！快回去吧。”我说：“爸，我再不来，你就该去吃席了。”那父子俩都进了医院了。过不下去了嘛，但想离婚太难了，父母都不支持。我跟我妈说：“我说妈，他太懒了，我得离婚。”我妈说：“他又不是在外面有女人了，你有什么不能过的？”我说：“妈，他耍钱败家，我得离婚。”我妈说：“他又不是在外面有女人了，你有什么不能过的？”我说：“妈，他在外面有女人了，我得离婚。”我妈说：“他又不是耍钱败家，你有什么不能过的？”我爸更过分，我爸说我们家嫁出去的女儿就没有离婚的，家族的名声不能毁在我女儿这里。我说爸，男人家暴不丢人，女人离婚丢人。哼，咱家的名声就是你女儿让柯基给打了，还蹦起来打的。哎，好难受啊！但他们特别信命。我妈说我带你去找个大师算算。我说妈，你这也太迷信了。大师说吧，我俩过不好，都怨我老公。我转手就给大师又掏了200。我说加个钟，你给我展开了说说。明明是大师的眼睛看不见。那天我感觉我才是眼瞎的那一个。
就这么一过就是30年啊。我现在开始理解我的父母了，我感觉他们就是天生的糊涂，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婚姻，他们甚至连我生日是哪天都记不清。有些事情是我自己后来慢慢想明白的，就比如啊，直到前年我才知道我的生日是4月8号，因为2023年的4月8号，我签约成为了一名脱口秀演员。2024年的4月8号，我带着俩女儿净身出户，拿到了离婚证书。2025年的4月8号，什么都没发生。我过了一个平静而又幸福的一天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房主任。哎，谢谢大家，感谢，的确非常有热情啊，真的。去年录完节目之后呢，别人看见我也不管我说什么猴啊什么之类的，他们看见我都会喊一句话，就喊。这些呢是一些比较让我开心的转变，还有一些是让我感觉比较尴尬的。就比如我们这些演员会参加一些平常不会去的活动，类似于像什么扫楼啊之类的这种，他们给我们每一个人配5个保安。我第一次去都懵了，我一到那儿看5个保安就站那儿，我一进去我就说第一句话，我说我错了，我到那儿，我一进去，我看着那保安大哥，我非常认真，我说啊，保安大哥，你一天挣多少钱呀？他看着我，彪，我说啊，他说保镖，我说好，了解。那大哥，请问你这个保安跟保镖有什么区别呢？他说保镖啊是啪。啊，保安是，我说好。当时呢，我已经想好了，因为以前我在电视上看过那些什么艺人出来扫楼，所有人都非常疯狂，然后一上来就又抓你又挠你什么之类的，然后保安就拦着，我都想好了，我计划好了，只要一出去啊，所有的那些脱口秀观众在这个扫楼的时候特别疯狂，保安只要一拦我们的粉丝，我就看着保安，我说别碰我粉丝。别把我粉丝，别把我粉丝好吗？你动我粉丝翅膀，我必回你天堂。我都想好了，完了之后粉丝看着我说：“哎呀，付航好霸气啊！”第一个热搜，付航霸气互粉，我都已经完全想好了。然后保安呢，因为我一拉他一个踉跄，但是我一把我又拉住保安。我说我不光保护粉丝，我也保护你。第二个热搜，保安保护保镖。哎，我计划的特别好。但是没想到，我一出去，所有的那些脱口秀观众就异常冷静。我小鹿门枪，我们几个刚一出去，我还走第一个，我看着那个观众，我说合影嘛，他说不方便。我说那咱们往前走吧。那保安大哥特别专业，他就是这边是空气啊，他拦了2下空气，他这样拦了2下空气。我说保安大哥，咱们就是太尴尬了，拦空气。我不让你拦，你就先别拦了。他说行。然后我们就往前走，走到一个拐角，突然蹦出来一个人，然后拿一根香蕉，掰开了，吃。那根香蕉就伸到我嘴边，距离我的嘴只有0.01公分，1/4炷香之后，我将会吃下那根香蕉。当时我面带微笑，我非常开心，我看着他，然后我看着那个保安，我说这拦一下。我说你拦一下啊！
那保安哦，知道了，富豪不许吃香蕉啊。我说拦他。所以说我录完节目之后，我的人生真的没有什么改变，但是其他人对我的态度完全就不一样了。我有的朋友，小学同学10几年没见那种，他们一喝酒就给我打电话，啊，就喝多了，喂，富豪，让刘德华给我出一个祝福视频。我说我不认识刘德华，他就跟我说，哎，我在酒局上，我那个，哎，帮我圆一下。我说行吧，我说实在行，我行，那我把电话给华哥。然后我说啊，华哥给你电话。然后等了好久，终于等到今天。你好，我係劉德華，就干这种事儿。还有一些什么亲戚之类的，过节的时候会把孩子推到我面前，就是把一个小男孩就这么高，然后对，学呀，你不是喜欢吗？学呀。那小孩去，拍身。不是，行了，别拍着。你喜不喜欢？你说实话，孩子，你喜不喜欢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。我一想，真的是，其实我们很多人，我其实从小到现在，我真的不知道自己特别适合什么。小的时候就是什么流行学什么，我是一个数学的纯学渣，就是100以内的加减法，我得算2、3分钟，就是空算，但我不是智障啊。那个女孩看出来了。其实呢，我数学这么差，但是那时候特别流行一个叫速算的补课班，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。啊，对，在大街上有发小广告的那种，就是过来就说，哎，家长，你的儿子是速算天才，愿意来上一节体验课吗？我爸说不去。是免费的，那不早说。就带着我就去了。我第一次去上那个速算体验课，我永远忘不了。速算就是老师出一个非常难的题，特别难，几千加几千乘以10几，然后孩子呢不拿纸算，也不拿脑子算，拿手算，然后嘴里还嘟囔着，算起来就是这。真的这样。我当时第一次被我爸带过去，我在门口看。一排小朋友就跟那儿，我一直以为我爸给我报了一个骰子培训班，就是看开你喝，我一直以为这样，我都不知道学什么。我爸说学进去学，然后我就学了1节课，老师呢要考验我们的学习成果。啊，就问其他同学，老师跟打了鸡血一样。刘子欢，那小孩啊，3355667加553321乘以15多少？那小孩好。3355114455331145，好，宝贝儿，请坐。富豪，我说3355661加77553337乘以15多少？我说好。老师说别让孩子算，再给孩子算死了。所有同学就过来拦我，我说别拦我，不算呢。当时同学走了，老师都走了，我还算呢。我一直算，因为我一直知道，我从小就知道，只要我没给出答案之前，没人能评判我的对错。后面还有一句话，就像我的人生一样。
爱死你们了。当时呢，我自己学完了也感觉自己特别厉害，然后我出来，我爸你知道那时候的家长他不管你喜不喜欢，他就问你会不会，啊，我爸跟门口抽烟，会了吗？我说这简单啊，我这有手就会这个。我说你摇你也会，这跟谁都会这。好儿子，回学校试试。啊，我说没问题。到学校，其他同学做数学考试，他们有演算纸嘛，非常认真，就在那儿算。我不用啊。我就这么算。同学看我，老师我害怕。你怕个屁！你怕？你不算。老师从远处就走过来说：“哎，这哪班的？这个是？哎，这是哪班的？哎，孩子，哎，孩子，你干嘛呢？孩子，你不会做，给你奶奶叫下来，你也不会。”我说我算呢，我不是召唤呢。啊，他就把这个事儿就反映给我父母了，我父母就不让我学这个了，我特别开心，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那样，我觉得今天没有作业我就特开心，我觉得人生没有烦恼，就感觉后面都没有烦恼了，但是烦恼永远是一个接一个的。学校里边虽然我没有补课班了，但是古惑仔又开始流行了啊，学校里边出现很多那种黄头发，完了之后抽根烟，就跟那儿那种高年级先学古惑仔，学完了拿我练。拿抽根烟就指我，就是哎，黑了吧唧的，过来。我小时候也比较天真，我说来了。我怎么了，哥哥？怎么了，哥哥？每天给我5块钱，要不然扇你大嘴巴。我说哎呦，真是个噩耗哎。我说你别跟我幽默，每天给我5块钱。算算一个月给我多少？我说啊，还得算。他说：“你是 dancer 吗？”我说不是。他说：“你这支舞是献给我的吗？”我说不是，我这支舞是献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，还有包括这些参赛的朋友们，因为我自己内心里真的觉得什么天赋啊，什么魔王大王都是障眼法，我们要做的是打碎这一切。谢谢，谢谢付航，还是之前的付航啊。也要跟观众朋友们说，这个除了是一场精彩的表演，这仍然是一个魔王挑战环节，所以喜欢刚刚付航表演的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。投票倒计时，最后3秒钟，请锁票。再次谢谢付航。不用多说，还是熟悉的配方，还是熟悉的节奏啊！这自己把嗓子都喊哑了。那个，咱们几位气氛组的组长看完付航的表演什么感受？我们先算算，我们先琢磨。就您觉得这1年来说，这个包括参加完咱们节目，包括再回来有什么感觉？屠龙少年。其实说实话，我真的觉得我的人生没什么变化，就还是演出完了之后，去回家待着，然后偶尔啊，对我有一些影视机会。当然就要感谢咱们的大鹏导演，完了之后那个在《长安的荔枝》里边邀请我演了一个角色，然后还有一些影视机会，然后我可能现在有的时候也在拍一些其他的戏，比如说是《浪浪人生》，还有一个电视剧，然后我也一直在拍。除了这些，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。然后我回到这个舞台，就是感觉到，今年的所有的这些新的朋友们都太厉害了，真的，的确是，发自内心的。我刚问到大鹏导演了吗？除了在这工作上有合作，我听说您也之前去看了付航的剧场的演出，是吗？是，场面特别火爆。就我去的那一场，我是在很靠边的位置，因为也都没有那么多的票了。然后很多外地的朋友们来北京打卡，把付航当成一个景点一样。小宠物。
事实上，邀请付航那会儿呢，咱们这个节目在去年还在进行中。当时就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有魅力的一个演员，然后就尝试吧，说能不能演一个角色，希望你首先给这个角色起一个名字吧，因为我们他要变成一个具体的人，他不能叫汉子，你起一个名字吧。付航，你起的名字是小白。我们一宿一宿的拍，有一天连续拍了3个通宵啊，那个没喊苦没喊累，是因为已经喊不出声了，对吧？不是，主要是不能让导演听见。没有，开玩笑。群演们一看到付航呢，他们整个人都已经就崩溃了，觉得特别喜悦，所以付航还是可以守得住他最踏实的这个本分。今天一出场还愿意这么演，我觉得真的太厉害了。没有，真没有。鹏哥非常看得起我们这些喜剧演员，包括有一些喜人的演员之类的，鹏哥都会给我们机会。然后他特别喜欢认识这种年轻人，但是其实我真没您想的这么好，我真就是一民间艺人，实话实说。对，不用鼓掌，咱们这不是开会是吧？我跟你说，真是一民间艺人，得打歌。轻松点。双向奔赴了。天真姐去年对这个付航有一个评价，说在那个魔王挑战的时候，像持剑少年就这样冲着周奇墨这样冲过来了。今年也这个变成魔王了。我去年去那个付航的剧场看了他的线下，就觉得很开心，然后也真实的感受到他跟观众互动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，就是很可惜节目里呈现不了。可以呈现，来。好，就你。行，已经喊完。这是会传染吗？这是。其实我非常认真跟大家说啊，就是我这个人吧，就是这种人来疯，艺术型人格。完了之后，你们待会儿要起两个哄，我能把衣服都脱了。好，这一个了，再来一个，脱！不是，加油！是真的啊，是这样啊，所有的人，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人，他真的总有一个人是非常非常在乎你的，所有人都在喊脱掉，有一位观众在那喊穿上。对，我相信这个在付航后边演出一定是一件非常有难度的事情。所以说，不管我演成什么样，然后我希望大家能拿出我10倍的热情和激情，迎接后面的那些更好的朋友们，然后给他们足够热烈的激情和掌声，好不好？非常感谢你们，一定要帮我。完了之后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付航。我为什么去年这么喜欢付航？付航里头不是没有口号，他不是说没有这种中心思想，但是他的中心思想他从来不拿嘴说呀，他是把它放在故事里让你悟啊，你悟得出来你就悟了，悟不出来你就觉得我这是一个好玩的故事。你看，就是他能应对不同的观众。我觉得这次的表演是一个封神的表演，他已经是有标志的，比如说 passion 啊，然后香蕉，这些都是第1季的节目积累的。但是他通过这个表演，他还有新的关键词出现，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厉害了，大受震撼。今天我一天都在大受震撼。我觉得现在来说，除了付航，我还没有见过有个谁敢用甩手控20秒以上的。这个东西是需要你，首先你极强的自信，以及你对你段子极强的把握，以及你对你观众、你的人格，所有的东西你必须都拿捏的面面俱到的时候，你才敢在这甩30秒。那个穿透力，我的同事们在楼上休息室都能感受到，就是从棚里穿上去。然后付航就是他真的是一个尊重舞台的一个演员，其实他难受到整个过程他也是说不了什么话了，但是在台上你把那个舞台交给他那一刻，哎呦他下台那个，哎呀我就觉得，啊。以前付航说他经常觉得生活有电影感。我当时看付航在台上的时候，我也是觉得就是像电影一样，他在台上真的是竭尽全力的在让观众开心。谢谢付航。
我们赛制的挑战规则，会有不同组别里的不同的演员来站出来挑战魔王。挑战魔王如果成功，就可以直接晋级，不限人数。且战胜魔王之后，分数最高的那一位演员会拿到付航所守护的这块金牌。这块金牌不仅将来自己可以多一条命，而且还会为自己的小组多争取到一个晋级的机会。基于挑战并存，付航今天的实力大家有目共睹。那么，到底是谁勇敢的要站出来挑战付航呢？请起立。唐湘玉、嘻哈和黑灯。哇！湘玉是去年我们的决赛10强选手，黑灯更是去年的季军，嘻哈也是今年来势汹汹的新人。而且各位能看得出来，我们演员分了6个小组，他们都是各自所在小组的组长，也就是他们是我们今年那头的前6名。这场表演注定非常精彩。第一个要出场的是谁呢？她是一个堂堂正正、一生要强的山东女人唐湘玉。还在桌上就有饭吃，我不光要3菜，我还要1汤。我以前无法想象这个事儿，我的主打秀现在是50多场大剧院，甚至能到2000人，而且场场爆满的。山东还有全国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唐湘玉，先给大家拜年了。2025目标全能女艺人。第3位组长是唐湘玉，我就剩下的吧，谁选我，我给谁磕个头。我来。老天爷呀，老天爷，感谢你，感谢你。大家瞧得起我，投我当队长，我肯定是想弄好。我们队的人集合一下子吧，我们再加油打个气什么的，给大家准备了一些我手工做的一些小礼物，就是端午的那种小香囊的东西。这是飞黄腾达啊，这个是喜上眉梢，哎呀，祈福，然后带着这个东西，希望大家顺顺利利的吧。来，加油，来，1、2、3，加油！有人想打魔王吗？找死啊！我也不是不想打，我就是水平不允许。咱们这里头就你能打，已经破碎了。我这个人吧，我很 peace 的一个人，我不喜欢任何的对抗，我抗拒，我回避任何的对抗。挑战大魔，还要挑战付航，来打这个大魔王，这谁能压力不大？我去年接着他手，差点在台上这晕厥。去年那个金牌战的时候，我就接在付航后面，然后就凉了嘛，很挫败啊。然后网友也说我划水，哎呀，你们没有接在他后面演过，你们就站着说话不腰疼，真的。别说挑战付航，我瞅他我都害怕，自顾不暇了。我压力有点大啊，我打不过付航。好心态决定女人一生。我就视死如归。我既然当上组长了，那只能我去。队长是干什么的呀？队长不就是干这个的吗？我去，我就要加入这个战局，我就要加入这一场最激烈的比赛。队长加油，加油！我们就是打一个生命力。他想任他想，上去他就凉。接吧，我就接，我接付航，等着吧，付航。那你给我等着吧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唐湘玉。稍微有点缺氧了，太刺激了！今年确实是我没想到，我居然一上来就挑战大魔王。我本来还以为
我会是大魔王。没事啊，能跟咱们珠心算神童打一场，我也算是走起来了嘛。哈哈，确实啊，我今年有很多新的尝试。过年的时候，我还登上了山东春晚，你们的反应特别好。当时这个消息一出来，很多人都以为我是回去贴脸开大的，结果播出来都说我被招安了。平常吐槽这不好那不好，一回去谁不说俺家乡好？上春晚我家里特别重视，我爸说这是荣誉，必须去。去之前给我下了死命令，啊，不许说山东不好。我说我从来没有说过山东不好，我一直说的是咱家不好。我爸说哦那行，但还是不放心啊，非要跟我一起去，带我爸妈一块儿去的。一到后台，我爸就开始到处搜索，到处社交，给人家发烟。节目组也很照顾我啊，为了给我面子，我上之前让全场大喊了10几遍“唐香玉，唐香玉，唐香玉”。啊，不用，啊，就这么尴尬。一个搬道具的大叔从旁边走过去。说谁是唐香玉？咋还不来呢？我说刚刚是谁给你发的烟呀？他说啊，那个老头就是唐香玉啊。一句话差点把我噎死，我更紧张了。我一上台就开始打嗝，平均3句打1个。观众说讲的啥没记住，节奏是真好啊。录完我就直接回老家过年了。村长听说我回来了，来我家想要一些签名照。谁会随身带着签名照？我。但我在路上就已经发完了。年底照相馆也不开，去打印店印了一些纸的。跟寻人启事一样。我何止走起来了，我都走丢了。去年我在节目上讲了很多催婚的段子，还记得吧？啊，一度成为了我的舒适区。今年讲不了了，没有人催了。我的家人们对我异常尊重，尊重的像家人一样。尊重到毫无素材，我都得引导。我大娘问我20几了，我说31了。她说啊31了，我心想快说我快说我。她说31，好。我说好在哪儿？他说好像要吃饭了，就死活不往下说了，小嘴巴就这么闭起来了。好不容易有人提到了婚姻问题，我赶紧打开备忘录开始记。我3姨疯狂使眼色，别说这个，别说这个，他写你。就好像我打开的不是备忘录。是生死簿，我现在不光克夫也克亲戚了。可怜我3姨，一个开朗的媒婆，变成了回避型人格。一上午一无所获，这可咋整？家庭事业我还平衡不了了，家庭平静了，事业瓶颈了。我悄悄问我爸，我说怎么今年大家说话都不难听了？我爸说，因为大家已经知道谁说话最难听了。很多亲戚他是刷短视频看的我，短视频剪得稀碎，有些连梗都剪掉了，只留着我骂人的部分。所以有些亲戚他不知道我是在说脱口秀，单纯以为我疯了。我也
万没想到我一发疯，大家都正常了。吃饭之前，我大爷就我们家族现在权力最高的人，亲自过来问我：“你上哪一桌？”当天有2桌嘛，男人一桌，女人小孩一桌啊。说你随便挑，菜都是一样的，一样的。我咋这么不相信呢？我去看了一下，哎，确实有明显的改善了，但还是让我发现了一个纰漏，就是女的这一桌少了一盘蚂蚱。蚂蚱在冬天可是很稀罕的东西啊，唯一的野生动物。凭什么我们没有？哦，说是怕我们不敢吃。是哦，你说蚂蚱多吓人呀！买回来我亲手烫死的，翅膀我大娘剪的，最后我妈亲手炸的，好可怕呀！我们只敢做，不敢吃啊！所有人面面相觑，他好像是真疯了啊！我们这桌也有劝我的，说那是人老爷们下酒的，你抢啥呀？别耽误人家喝酒，喝酒着什么急的？耽误啥呀？耽误我们洗碗吗？最后说不行，我上他们那一桌吧。我说也可以，但你们不要抽烟，不要提想当年，也不要把酒洒在菜里面。他们说，还是把蚂蚱给你吧。所以今年呢也没啥啊，没有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就是吃上了蚂蚱。但我已经很满足了，别人有的我们也得有，蚂蚱再小也是肉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唐湘玉。喜欢唐湘玉今天的表演，请千万不要忘了为她投票。3、2、1，请锁票。谢谢，哎，咱们2位去年就一直在的气氛组组长大林跟天真，是不是也时不时会在社交媒体上刷到他的这个状态？是，经常看他走红毯。首先我特别开心啊，因为我感觉到我们的老选手真的还在变化，还在成长，所以这点非常开心。第二，我感受到你非常松弛，尤其从你的肢体语言上能完全感受到，你居然在撒娇哎。姐，但你知道吗？我在文本上写的是括号向左划拳、握拳、半圈儿。舞蹈，真是舞蹈。比如说您这撒娇啊，包括付航刚才那个说那学长让你过来啊，我也可以啊。对，你看，我就发现，当咱们把语言和思想这东西玩到极致之后，你还想再丰富你的表演，一定要再加入这些个这个形体啊，包括你像杨丽后来学唱歌，我觉得都是因为这个，就是我们要学各种各样的技能来丰富自己的表演。说明您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脱口秀演员了，您现在在向更大的舞台迈进。因为我也有一些影视资源。是这样的，郭老师，我跟你想的一模一样啊，一模一样。他特别懂我，就是，我是希望我是跟我去年的我自己比，跟我以前的我自己比，我把我设计的那些呀，那些我想让大家看到我，成长那些呈现也好呀，什么小肢体也好，我以前不就这样吗？只能这样，而且我只能往下看，我不敢看那边啊，我现在变了，我想跟我去年的比，我有进步就好了。对，就今天比昨天好，那就是进步。别管进步多么微小，咱都是普通女孩，都慢慢来呗。然后还有之前我跟天真姐有一次对话，就是你特别希望我走出那些困境嘛。我知道我去年主要是在讲述这些困境，想让大家知道我们在经历什么。你得先看到我们在经历这些，对吧？我今年让大家看到的是可以走出来，是可以走出来的哦。可以的，就是我先清除眼前那些障碍，咱们就往前走了，是可以的，是可以的。我可以，你们也可以。特别好。我觉得你好
好看。这么朴素的评价，那可能是因为做了医美吧。就觉得有一些变化说不出来他可能是因为他自信养成，就大家给予你力量，然后你感受到这个力量，你自己变得更强大。因为我是叫飞行嘉宾，我就只来这2集，挺遗憾的。我想老来，因为我觉得到最后有机会产生一个女性的冠军，喜剧之王，真的很强。包括已经晋级的各位，包括还没有登场的我很期待的，我特别期待史岩，吓着了，孩子吓着了，真是。嘻哈，他今年是第1次来参加这个节目。但是他线下已经很有影响，所以我就感受到这个节目里面各种各样的美，然后女生们都这么棒，真的很了不起，很赞叹。我觉得您给到我这个赞叹，您也了不起，您也了不起，真的。真是感叹于你们这种惺惺相惜的感情。好，谢谢。那香玉获得了我们气氛组的满票，请你先入座休息。常香玉今年的作品就特别像短剧，回鲁之后回山东之后拿回属于我的一切，挺好，有一种连续剧的感觉好像我们陪着他成长。我觉得常香玉非常勇敢的一点是，像我这种也是文美型的，我根本就不敢站这种那种炸飞全场的，但是我觉得他今天就是勇气非常足。那我既然接付航，那我就做一下，然后然后起来之后缺氧了，真缺氧了。现在我觉得非常满意，我好像也会呈现了。以前演这篇可能不会有这么旺盛的生命力就是大概是站桩嘛，顶多是多一点手势，但已经激发到那个场子下，我把它全都放大了，好可怕。反而这篇可能更加有活力，更加生动了。我谢谢付航留下的他的那些能量，我很感谢。